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可丽呼，今天来聊聊我装这个意大利阿西欧玛功率踏板的故事。这个是市面上价格最划算的功率器之一，我来分享一下这类踏板功率器实际上是怎么使用的，也聊一下我用这个功率器的使用心得。说真的，这个装置是蛮有趣的，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今年买了最有意思的自行车玩具之一。话说我想买这种踏板功率器很久了哦，之前我有买过曲柄式的功率器，曲柄式的也是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没办法很简单的换到不同的车上啊，我偏偏每次都很糊涂的把它装在我最少骑的车上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是踏板型的功率器，就可以很容易换到不同的车上用，等于买一组功率器，多台车共用，感觉上好像是蛮划算的。那这次买的这个阿西欧玛功率器蛮特别的，首先是这个很可能是市面上最划算的踏板功率器咯。通常来说，这种踏板式的都是比较贵的，但是这款的单边版本，台湾露天只要台币15000左右，美国这边更便宜，可能是因为免税 Lucky Number 444枚，跟从前的这类产品动辄要3万甚至4万元台币相比哦，价格算是非常的杀，而且这个还是意大利制造的，是不是蛮有意思的啊？那踏板的本身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构造也是蛮特别的，所有的电子零件都是在这个圆圆的 pod 里面，这个踏板部分呢是完全没有电子零件的。其实理论上这种设计是至少有2个优点的。第一次，这样的踏板就可以做得比较薄，这样的好处是压车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磨到地面。那另外一个设计优点就更实际啦，就是如果您摔车了哦，那踏板很可能就是会撞击到地面的零件之一。别的功率踏板很有可能就是全毁或是重伤啦，但是这款阿西欧玛的踏板部分是单纯只有塑胶没有仪器的，所以只要60美就可以买到替换的踏板来换。那这个踏板的设计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你看它有附像这样子的充电器，这个很好玩哦。你看它像这样子就可以吸上去开始充电了。这个磁铁的充电设计是蛮有趣的，吸上去的瞬间呢很疗愈。官方是说充一次电续航力是50小时，就是说1个星期骑10小时的话，充一次电可以用1个月左右的意思。那这个阿西欧玛其实是已经蛮成熟的产品了，已经在市面上一段时间了。我也是听我开店的朋友讲了很久才去买的。这样的好处是比较不会买到雷，就连这个 App 啊也是看起来蛮成熟的。这边就可以从手机看到电池还有多少电，还有可以选择要单边还是双边等等的选项，使用起来是蛮流畅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功率器给安装还有配对吧。它这个产品呢是非常的贴心的，现在用的这个扳手是买这个踏板盒子里面附的，没想到吧？安装的方式哦，就是跟装一般踏板一样，把它直接给锁上曲柄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踏板式功率器方便用的地方，就是您只要会装踏板，就会安装这个功率器，然后让码表来找到这个功率器，这样子就等于安装完成了。当然你还要在码表上面来增加一个功率的栏位，这样子你在码表上面就可以看到功率的显示。我这边就故意安排很简单的栏位显示，我们就看速度、功率、踏频就好啦，因为这样子等一下摄影机拍的会比较清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功率器使用起来是什么样子吧。码表中间这个就是你现在即时踩踏的功率，现在这个车上只有装一种感应器，就是踏板。这个功率器就是车上安装的唯一电子设备，车上并没有装速度或踏频感应器。你看到这个踏频哦，也是从阿西欧玛踏板来的，并不需要特别去设定，它就是配对完自然就出现了。现在这些机器都是做的超乎想象的简单用，几乎是不用想什么它就已经设定完成了。当然你要把画面设定的很复杂也是可以的，单独是功率这个部分啊，你就可以选择是显示即时的，
或是多少多少秒平均的，或是选择显示你 FTP 的百分比也是可以的。常常有人说啊，现在功率器变便宜了，是人人有空练的时代。那功率器对我们一般人到底是有什么用呢？说真的，如果您是不在乎数据，只要好好享受风景的人哦，那其实很可能装了功率器反而破坏了您骑车的兴致。其实我有很多车友是喜欢骑远不骑快，或者是拍照时间比骑车时间更久的。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不知道功率反而更能享受骑车。这些朋友问我要买什么功率器我都会说你已经够强了，你不用啦。那我觉得功率器最大的优点，同时也是缺点，就是它太诚实了。它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自己的状况是在哪边，也是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自己是有在变强还是在变弱。所以您如果是对变强很有兴趣的人，那这种玩具就非常的适合您。像是您如果在 Strava 上面看到 PR 或者是均速变快，就会暗暗开心的人，那就表示您是适合有功率器的人。的确是有很多车友的内心深处是想要变强的，没错吧？当然，就算你好胜心没有很强对有些人来说，有多一个数据可以看，也是可以增加一些动力还有趣味的。像我本身就是对数字还有线图等等的非常有兴致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蛮趣味的。那我现在来展现这个踏板另外一种有趣的用法。这个是一台非常基本的飞轮车，任何的傻瓜飞轮车或者是傻瓜训练台，只要装上这个踏板，就可以变成跟各种主流的线上游戏沟通。因为主流的自行车游戏都是用功率来做运算的，世界各地的玩家靠功率这个基准来公平的玩游戏。那我们用这组踏板来试试怀念的台北风柜嘴吧。你看这边 iPad 已经找到阿西欧玛踏板了，那现在就会用踏板提供的功率来运算速度。这里是熟悉的枫林桥，是我们台北的自行车热点之一。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6公里的趣味爬坡，那即时的功率就是显示在这里，这个数据就是踏板提供的。这种算是很诚实跟接近真实的运算方式。那在这个 Ruby 的 App 里面它的做法就是根据功率、重量还有 GPS 的坡度去推算速度。它的影片是由热情的车友提供的 App 用我的速度去快转或者是慢放这个风柜嘴的影片。您看到影片中像是慢动作的话，那就表示我当时的速度比拍影片的大大还要慢。如果看到影片是快转的话，那就表示我当时比那位拍片的大大快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去让人虚拟风柜嘴的。那我开始之前有注意到这位拍片的大大完成这段路的总时间，很巧是跟我印象中我自己的速度差不多的，所以整个影片的游戏流畅程度会更接近真实。那除了功率之外 App 也会告诉您现在是用了几分力，就是用 FTP 的百分比来显示。也有人把这种数据当作配速与配瓦的一种依据，在游戏或真实爬坡的时候都是可以这样做的。那这个爬坡的长度也只有6公里左右，所以这边我就一路上都给它出90%力量，这样子就是应该可以一直到凉亭都不至于腿软。这个游戏连接到功率器的同时也知道了踏频。飞轮车现在是没有装踏频感应器的，这个踏频也是从功率器上面来的。在飞轮上的感觉跟真实中还是有点不太相同的。这条路在真实生活中我已经骑了很多次了，印象中踏频是没有转到这么快的。这个是平时骑飞轮的习惯，就是转速很快，但是重量并没有踩很重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发现在游戏中的我比真实世界稍微快一点点了。我猜是有2个原因让游戏里面比较快。第一是我使用的飞轮车永远都是在我最舒适的档位，我几乎是一直都是很顺畅的在踩。
第二是啊，我根本不需要注意路况，也不会跌倒。即使我在擦汗跟喝水的时候还是可以用跟原本一致的力量在踩，所以比真实的世界爬升的速度还要快一些。但是即使是待在原地在踩，累还是一样的累的。我原本是以为自己算是有所保留的，但是其实到最后这段啊，就突然觉得有点腿软了。那这个运动量啊，也算是有的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到台北丰贵嘴的凉亭了，非常多的车友在这里，真是热闹的一天啊。当然这个不是今天，但是在这个时光机里面，永远都可以重温这个风和日丽的一天，还蛮有趣的是吧？您如果有飞轮车或是有那种很基本的训练台的话，有这个踏板就可以拿它来玩游戏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对这款阿西欧玛踏板的体验，希望可以给想买功率器的大大们提供一点参考，或是给对这类产品有好奇的大大看一下它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麻烦按赞来支持一下这个频道。还没订阅的大大也这次来按个订阅吧，拜拜。